晚间好，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我是馆长，戴上你的耳机，准备迎接梦魇吧。那天夜里，医生刘志明的手术日程比平时更加忙碌，急诊病房接二连三地送来重症病人，几乎所有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凌晨1点半，他正准备结束一场高难度的肝移植手术，刚把最后一针缝合完，疲惫地长出了一口气，却突然接到护士台的紧急通知，一位车祸伤者送来，心脏破裂，情况极为危急，需要立即开胸抢救。现在的医生是没休息时间的吗？刘志明自嘲地笑了一声，但他明白，这场手术非做不可，因为病人的生命悬于一线。他快速清洗双手，再次披上手术袍，进入那间他再熟悉不过的手术室。然而这次他刚一踏进去，竟感到一股不寻常的寒意。平日里明亮洁净的手术室，此刻灯光昏暗，墙角的阴影仿佛更加浓重，让人不自觉地心生不安。他摇了摇头，把这些不适甩在脑后，聚精会神地准备工作。协助的护士是他熟识的小徐，平时是一个活泼健谈的女孩，但今晚却异常安静。她低着头，不发一语地递来手术器械，甚至连基本的询问或确认都没有，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器人。病人的情况比想象中更糟，心脏裂口几乎贯穿整个右心房，血液流得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刘志明皱着眉，迅速下指令：止血钳，电烧。小徐动作迟疑了1秒，才将工具递过来，像是并没有听清他的话。刘志明努力集中精神，但手术进行到一半，耳边却突然传来一声低语：医生，你救不了他。那声音冰冷而阴森，像是直接在耳边响起，却又仿佛被什么厚重的屏障隔着，悠悠传来。他猛然抬头朝四周望去，手术室里只有小徐和病人，仪器运转的滴答声在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小徐，你刚刚说话了吗？他忍不住问。小徐依旧低着头，动也不动，好像没听到似的。刘志明额头冒出冷汗，但这一切来得太快，他来不及多想，便又投入了抢救。几分钟后，低语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清晰：他死了，你的手也会抖。刘志明的手心一凉，拿着止血钳的手突然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他咬紧牙关试图稳住，却没有想到手术刀因此滑落，划开了病人体内另一条重要血管。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整张手术床。血液的腥气扑鼻而来，他强迫自己冷静，向小徐大喊：吸引器，快！小徐仍然没有反应，依旧低垂着头。这时刘志明才真正感到不对劲，他怒吼了一声：你到底在干什么？随后冲上前，用力抓住他的手臂。然而他抬起头的那一瞬间，刘志明僵住了。那张脸根本没有任何血色，苍白的像一张浅瘪的白纸，双眼深陷，瞳孔呈现出不自然的灰白色，而嘴角则咧出一个诡异至极的弧度。医生，手术不能中断哦。他的声音冰冷刺骨，不带一丝感情。刘志明像触电一般松开了手，踉跄着后退几步。他喘着粗气，回头一看，手术床上的病人也不对劲了。原本剧烈起伏的心电图忽然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直线，但病人的胸口却诡异地起伏着，仿佛某种力量在强行控制他的身体。这不可能！他疯狂按下急救电击器，试图让病人恢复心跳，但每一次电击，病人的嘴角都会抽动一下，逐渐咧出和小徐一样的鬼笑。你也救不了自己！低语声再次响起，这次从四面八方涌来，音量越来越大，像是一群无形的幽灵在耳边呐喊。刘志明崩溃的大吼：够了！你们到底是谁？手术室的灯突然熄灭，整个空间陷入漆黑。短暂的沉默后，灯光闪烁了几下，瞬间亮起。当他再次看向四周时，手术床已经空了，
小徐也消失不见，只剩下四周墙壁上斑驳的血痕和地板上的一滩暗红色血渍。刘志明跌坐在地，浑身瘫软无力。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精神出问题了，或者是长时间工作让他产生了幻觉。他挣扎着站起来，走出手术室，迎面撞上了其他医护人员。刘医生，你在这里干什么？手术室里根本没有病人啊！其中一位护士的话让他如坠冰窖。不可能，刚才急诊室通知的车祸病人呢？他颤抖着问。护士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小声说，那个病人早在送来的路上就已经去世了，我们刚刚还奇怪，你怎么会一个人在手术室里待那么久？刘志明的脑海中一片混乱，他回头看向手术室，门口挂着一块维修中的标志，而里面漆黑一片，仿佛从未有人进去过。从那以后，刘志明再也没有踏进那间手术室一步。传闻说，那里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手术事故，一位病人在手术中失血过多死亡，而负责的医生也因此精神崩溃自杀。他们的冤魂似乎一直徘徊在那里，等待着下一位不幸的医护人员成为他们的玩物。林主任是这家医院的住院总医师，无论是在同事还是病人之中，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林主任有一个习惯，每晚查房时都会亲自走遍整层病房，细心观察病人的状况。有些医生觉得这种事完全可以交给护士，但林主任始终坚持，认为这是对病人生命的尊重。然而，这份坚持也让他亲身经历了一段他至今不愿提起的恐怖遭遇。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林主任依旧像往常一样值夜班。那天病房格外安静，大部分病人都已入睡，走廊里只剩下走动的值班护士偶尔传来的轻微脚步声。他拿着病历夹，依次检查每间病房的情况，确认所有数据都正常后，才转身离开。然而，当他走到走廊尽头时，却注意到13号病房的门缝里透出了一丝微弱的灯光。林主任皱了皱眉，脑中迅速搜寻记忆。他清楚地记得13号病房今天应该是空住的，病人昨天出院后，这间病房就被暂时关闭，连护士都没有进去过，灯怎么会亮着？是不是有人忘了关灯？他自言自语，心中虽有疑惑，但也并没有想太多，抬手推开了那扇门。门内的景象让他愣住了，房间的床上竟然躺着一位老人，那是一个苍白瘦削的身影，穿着病号服，正安静地靠在床头，眼神悠远，仿佛在沉思什么。老人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清澈，甚至有些透亮的让人不寒而栗。林主任立刻警觉起来，忙走上前问道：“大爷，您是新来的病人吗？怎么没有在病历上登记？”老人缓缓转过头，动作十分僵硬，像是一台缺乏润滑的机器。他盯着林主任，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声音沙哑的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医生，我等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林主任的眉头皱得更深，这句话让他感到莫名的不安。他低头翻开手中的病历夹，再三检查，可无论怎么翻，整栋病房的名单里根本没有这位老人的名字。更奇怪的是，这间病房根本没有安排新的病人入住。大爷，您是从哪个科室来的？是今晚入院的吗？他试探着问。老人始终保持那诡异的微笑，慢悠悠地回答：“我住在这里很久了。”这句话让林主任心头一震。住了很久？他明明记得这间病房昨天才刚清空，里面的一切设备都已经被整理干净。他压下心中的疑惑，转身打算去叫护士来确认，却发现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上了。走廊的灯光透不进来，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林主任感觉后背一阵凉意，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却发现床上的老人已经不见了。大爷，他喊了一声，
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有些刺耳。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一股凉风从背后吹过，带着浓重的消毒水气味。那味道虽然是医院常见的，但此刻却让他莫名的头皮发麻。他猛地转身，却见床铺上的被褥鼓起了一个诡异的轮廓，仿佛有什么东西躺在下面。这是什么？他压低声音，脚步下意识地后退，但医生的职业习惯让他强迫自己冷静，缓缓地伸手去掀开被子。瞬间，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床上躺着的不是刚才的老人，而是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那尸体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盯着林主任，嘴角还残留着血迹，手臂僵硬地向外伸出，像是想抓住他。林主任整个人僵住了，冷汗顺着额头直流。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却踩到了一片冰冷的液体。他低头一看，地板上竟然躺着一滩鲜血，血液顺着床铺的边缘慢慢向外扩散，几乎要染红整个房间。不对劲，这一切太不对劲了！林主任终于忍不住低声惊呼。他颤抖着手掏出手机，试图拨打值班护士台的电话，但手机屏幕却无法显示任何信号，甚至连按键都按不下去。就在这时，尸体的手突然动了，那只原本僵硬的手臂慢慢地抬起，指向房间的角落。林主任顺着那方向看去，却见那位老人正站在阴影中，脸上的笑容更加诡异。他的嘴巴微微张开，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喃喃细语：“医生，你不是想救人吗？快来救我呀！”林主任的神经彻底崩溃，他疯狂地推开门冲出房间，沿着走廊一路狂奔。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整条走廊的灯光开始变得昏暗不稳，墙上的时钟也在逆时针飞速旋转，仿佛时间都失去了意义。他冲进护士站，大声喊着：“13号病房，快去看看13号病房！”值班的护士全都被他的惨白脸色吓了一跳，其中一个连忙站起来说：“林主任，13号病房今天根本没有人啊，门是锁住的。”“不可能，我刚才看见里面有病人，还有一具尸体。”林主任的声音越来越激动，但护士的表情却越来越困惑。“主任，您是不是太累了？”护士小心翼翼地说。“13号病房已经空了2天，今天下午刚清理过，我还亲自检查过。”林主任死死盯着护士的脸，试图从他的表情中找到破绽，但对方的神情是真实而无辜的。他颤抖着站起身，再次跑回13号病房。门锁着，里面一片漆黑。他掏出钥匙，颤抖着把门打开，灯光亮起后，房间里空空如也，连床单都整齐地折叠着，完全没有刚才的老人，也没有那滩刺鼻的血迹。林主任瘫坐在地，浑身冰冷。他再也无法说出一句话，只觉得自己的理智被彻底摧毁。后来他查询医院的记录，发现多年前13号病房曾发生过一起意外，一位老人因医疗事故猝死，他的尸体被发现时面容惊恐，双手僵硬地指向门外。从那以后，林主任再也不敢夜班查房，甚至辞去了住院总医师的职位。那间13号病房虽然表面上依旧被使用，但每当夜深人静时，总有人说能听见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喃喃细语着：“医生，救救我！”医院的地下室是一个阴冷的地方，平日里除了清洁工和偶尔需要取设备的医护人员，很少有人愿意踏足。对于其他人而言，那里不过是一片阴暗、潮湿的空间，堆满了被丢弃的物品、旧仪器和生锈的推车。但对于王明来说，地下室却是他熟悉的工作区域之一。作为医院的年轻住院医生，他总是主动承担一些别人没有兴趣的杂物，比如下地下室找仪器。王明一向自诩胆大，从不害怕那些灵异故事。他的同事们有时会半开玩笑地提到地下室的传说，说某些推车曾经搬运过无名尸体，那些尸体不甘被遗弃，因此怨气留在了那里。
但王明只会笑笑，心想这些故事无非是值班时为了打发时间而编出来的。那天夜里，值班室里的灯光微微晃动，整个医院安静的只剩下仪器的哔哔声和走廊中偶尔响起的脚步声。护士通知他，一台需要检修的血液分析仪器可能被放错地方，很可能是放在了地下室。好吧，我去看看。王明对值班护士摆了摆手，拿起手电筒准备出发。进入地下室的通道时，王明就感觉到一股湿冷的空气扑面而来。他用力按下电梯的按钮，电梯发出一声低沉的嗡嗡声后缓缓下行。门打开时，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地下室长长的走廊，两旁的铁门紧闭，只有储藏室的标志散发出一点模糊的光亮。王明走了几步，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周围，墙上的污渍、地板上的灰尘，甚至连角落的蜘蛛网都清晰可见。他走到储藏室的门前，轻轻推开门，里面摆满了各种医疗器械和用具，但他寻找的血液分析仪却不在其中。这玩意儿到底被放哪了？他小声嘟囔，关上门后准备沿着走廊继续找。就在他转身的瞬间，耳边突然传来吱嘎吱嘎的声音，像是手推车的轮子在地板上摩擦的声响。那声音很微弱，但在如此寂静的地下室里显得格外清晰。王明停下脚步，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手电筒的光柱穿过昏暗的空气，在走廊尽头勉强捕捉到一抹模糊的影子。一辆破旧的手推车正缓慢地向前移动，推车上盖着一块暗红色的布，仿佛下面藏着什么东西，而推车的把手处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双苍白的手。谁在那里？王明提高声音问道。推车的声音停止了，但走廊深处依旧一片死寂，没有人回答他。是谁恶作剧吗？王明迈开脚步，试图靠近那辆手推车。但奇怪的是，无论他怎么走，推车和他的距离似乎始终保持不变。他就静静地停在那里，仿佛在等着他，但又总是隔着几米远的距离。王明越来越感到不对劲，额头渗出了冷汗。他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气，用力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这只是太累了出现的幻觉。然而，当他再睁开眼时，推车却不见了。什么情况？他喃喃道，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可就在这时，他感到脚边传来一股冰凉的湿意，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条血红色的液体顺着地板蜿蜒流淌，缓缓向他靠近。不对劲，这太不对劲了！王明转身拔腿就跑。他拼命地向电梯方向冲去，但脚步声和心跳声在空荡的走廊中被无限放大，让他感觉越跑越慢，像是整个空间在故意拖住他。他终于跑到电梯口，用力按下按钮，然而电梯显示屏却没有反应。他疯狂地拍打电梯门，口中不断喊着：“开门啊，快开门！”可无论怎么喊，电梯依旧没有任何动静。这时，身后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咯吱声。他僵硬地回头，推车竟然重新出现，并且正慢慢地朝他移动。这一次，推车上的布被掀开了一角，露出了一个苍白的面孔。那张脸眼睛紧闭，嘴巴微张，仿佛在做着某种沉默的哭诉。王明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试图后退，但双腿却不听使唤。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推车越来越近，直到他停在他面前，推车上的脸猛然睁开眼，直直地盯着他。救我！那张嘴突然发出一声沙哑的低语，像是千百只手同时撕扯着王明的理智。他终于忍不住放声尖叫，昏厥在地。等他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他躺在医院的值班室里，旁边围着几个护士和同事，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王医生，你昨晚怎么躺在地下室走廊的地上？我们找到你时，你浑身湿透，还不断地喊着推车，推车。其中一个护士小声问道。王明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只记得那些恐怖的场景，推车、血迹，
那张死不瞑目的脸，但现在这一切仿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强迫自己起身，对护士们说自己只是太累了，出现了幻觉。可是当他悄悄再次来到地下室时，那辆推车依旧在走廊尽头静静地停着，布盖得整整齐齐，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王明从此不敢再独自下地下室，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那双冰冷的手和那句仿佛从地狱深处传来的低语：救我。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记得点赞、订阅鬼影档案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欢迎留言分享。鬼影档案馆，我们下次见。